没有性，我们将变得危险而脆弱。我们可能会相信自己并不愚蠢，我们不会懂得拒绝和羞辱如此亲密。这就是《如何更多的思考性》一书的作者伊莱恩对缺乏这种普遍的爱的语言的看法。性，或者至少应该是无条件的接受我们对伴侣和伴侣对我们的感受。正是通过性，两个人互相发送了那些令人欣慰的隐藏的信息。我觉得你很美，我渴望你，我爱你。但即便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还是被忽视了。承认我们有时会因为想要更多的性爱而感到肮脏，这可能会让人感到羞耻和耻辱。但做爱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基本动力。没有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恋情会开始受到影响，我们的内心也开始受到影响。在一段无性的恋情中是什么感觉？这支影片就来说说一个人可能性饥渴的4个迹象。1. 最近有没有对自己的皮肤感到不舒服？一直在等待自己的伴侣向自己投来热情的目光，但那一刻永远不会到来，因此可能会开始注意到自己身上的小瑕疵，觉得自己不受欢迎或没有吸引力。2019年发表在女性健康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身体形象实际上会影响性满意度，身体不舒服也会让人在做爱时不舒服。研究表明，感觉有吸引力是性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性爱应该让自己感觉到伴侣爱自己的身体，享受自己的身体，能在别人面前做真实的自己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所以当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抚摸时，自然会开始质疑自己的吸引力。2. 火冒三丈。根据发表在性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那些想要更多性生活但由于某种原因未果的人，通常会有愤怒和沮丧的感觉。你觉得性生活的缺乏让你有点生气吗？也许你会为最微小的事情感到了无理由的受挫。杂乱的厨房或没倒的垃圾可能会成为可怕和不可原谅的错误。你的伴侣可能会困惑地看着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的愤怒不是说来就来的，被拒绝带来的负面情绪很可能已经在体内积聚了很久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可能不知道如何摆脱所有那些激烈的情绪。但如果你开始更频繁地发脾气，可能会让你的伴侣更加反感。3. 逃跑。2011年发表在《性与婚姻治疗》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对性生活频率不满意的男性和女性也更有可能表达整体较低的恋情满意度。当他们对自己的恋情感到不满时，他们可能会开始完全脱离伴侣。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和伴侣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即使你就在他们身边，你也会感到孤独吗？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对他们说的话失去兴趣。不幸的是，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抽身离开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伴侣失去兴趣，甚至不想再和对方发生性关系。最后一个迹象。4. 被禁止的幻想。作为最终的结果，有时缺乏性可以让我们进入另一个人的怀抱，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思想上的。我们可能会渴望别人的触摸，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爱我们的伴侣，而是因为我们无法了解那些未被满足的欲望。这可能与我们大脑中的化学物质有关。邦德大学医学中心的教授瑞尼·霍勒曼医生说，催产素在伴侣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催产素通常被称为爱的荷尔蒙。随后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更高水平的催产素实际上会增加对一夫一妻制的需求。所以当我们缺乏来自性和亲密关系的爱的刺激时，我们可能会幻想其他人，想知道如果我们是单身和可以跟别人约会时会是什么样子。你有时会想象和别人在一起吗？对于那些这样做的人来说，这可能很难承认，即使是对我们自己，它只会增加我们已经感受到的内疚和羞耻，让我们觉得自己很糟糕。但不管你感觉有多糟糕，重要的是要记得温柔对待自己。你的感受是作为人的一部分。为什么性爱是美好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性是一种爱的语言。除了和你爱的人建立联系，它还对你的身体和情感健康起着作用。且有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表明性可以改善心脏健康，缓解头疼。作为一种锻炼形式，还能增强免疫功能。但无论你感到多么失落，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自己伴侣的态度也很重要。就像你不应该因为想要更多的性爱而感到羞耻一样，他们也不应该因为想要更少的性爱而感到羞耻。即使一对情侣正在约会或已经结婚，双方也不该觉得他们有义务发生性行为。如果对方不想，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开诚布公地问他们有什么问题吗？如果问题更严重一些，就去看看性治疗师或夫妻治疗师，可能会改善你们的关系，让你们的身体再次连接起来。你有这些迹象吗？这支影片解释了性冲动较高的人的观点，但如果你真的是那个不想做爱的人，看看这支影片，看看是否患上了性压抑。